今天来聊一个比较个人的主题。2022年年底，因为不景气的关系，各大科技公司都在做裁员，刚好我自己也在名单上，所以从2022年年底，我就是在待业中。所以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是，在这一段待业中的期间，我的个人生活。嗨，我是兰斯，我的职业是软体工程师。安琪兰这个频道主要会分享自媒体、生产力、生活，以及最近比较热门的 ChatGPT 以及 AI 等等的内容。那么待业中的软体工程师的一天是怎么度过呢？早上的时候，我会自己先泡一杯咖啡，让自己提神一下。那接着就要进行面试的准备。软体工程师的面试，其实准备演算法题目，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就是俗称的刷题。只要你今天是想要找一份软体工程师的工作，练习演算法题目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我自己在这段时间，我主要是透过 LeetCode 这个网站来准备演算法的题目。当然，现在 LeetCode 因为题目已经超过了2000题以上，所以我们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题目给刷完，而且如果仅仅只是看到一些题目的解答的程式嘛，有时候也不见得明白他在做些什么。那我最近发现有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叫做 LeetCode， 它里面有许多演算法的题目的讲解。那这个网站对我帮助还蛮大的。LeetCode 因为它的发音是美式发音，所以在听懂它的内容的部分对我来说会比较轻松一点。那除了准备演算法之外，在2023年的1月到4月份的这段时间，有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其中一个是 ChatGPT 以及 GPT 类型的生成式 AI 的大流行。ChatGPT 已经可以帮我们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也可以帮你写程式，甚至一些程式的一些面试问题，你也可以去请教它。而 GPT 的功能也在许多不同的软体上面可以被发现，比如说微软它在并购了 GitHub 之后，现在在 GitHub 里面也有一个叫做 Copilot 的功能，可以协助软体工程师在只要写一些注解以及想要达到的功能句子，接着 Copilot 就可以自动帮软体工程师去产出对应的程式码。这个功能其实跟 ChatGPT 蛮类似的，但是因为它跟 Visual Studio Code 直接整合在一起，所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Code 里面去使用是更为方便的。那 Visual Studio Code 是软体工程师，有许多软体工程师会选择使用来开发，因为 Visual Studio Code 有非常好用的使用者界面，以及许多可以加速开发程式的一些功能。所以我自己平常在写程式的时候，我自己是习惯使用 Visual Studio Code， 简称 VS Code 来协助我开发程式。那在这段时间，除了准备面试之外，另外一个是我有持续在做的，就是经营自媒体，也就是安琪兰这个频道。那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关于 ChatGPT 的中文入门使用教学，然后运气很不错的是有获得 YouTube 演算法的推荐，所以有超过9万人以上人去看到这支影片。所以也因为这支影片的关系，让安琪兰这个频道正式突破了1000订阅。感谢你愿意订阅安琪兰，这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那 ChatGPT 已经成为了划时代的革命了。现在 ChatGPT 就有点类似像是开车这种技能吧，就是你可能会需要自己去考驾照，又或者就算你自己不去考驾照，但你可能至少也要知道怎么样去搭大众运输工具。那 ChatGPT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新的大众运输工具，只要透过它，你可以更快速的找到问题的答案。自从有了 ChatGPT 之后，我有许多问题，我现在都变成是先问 ChatGPT， 也就是说 ChatGPT 已经一定程度的去取代我以前使用 Google 搜寻引擎的功能了。那因为这段时间是在转职期间，所以自己可以规划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也会开始看一些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一些书本或者是 YouTube channel， 比如说有2位我自己比较时常在关注的 YouTube 频道像我会关注 Ali Abaido， 这是一位英国的医生，不过现在已经全职做 YouTuber 了。他的频道主要是在讲自媒体以及生产力。那同时为了要做自媒体，我也会关注一些摄影师的频道，像是杰克森林，还有兴趣使然的摄影师，还有影视飓风。那透过他们关注这些频道的影片，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跟摄影相关的知识。然后阿利亚贝斗则是透过他去学习怎么样做好自媒体。那关于作为自媒体，目前我们也还在尝试。那目前比较确定的事情是 AI 以及自动化这一块会持续的去做。目前已经看到 ChatGPT 可以和其他的 AI 工具做配合，并且可以把整个过程去做到自动化。比如说你可以透过像是 Make.com 或者是 Integrately 或者是 Zapier， 就是一些可以帮你不同的云端服务 SaaS， 只要 SaaS 有提供 API， 那么你通常就可以透过这种自动化服务把不同的 SaaS 给串在一起，让整个流程可以做到自动化的结果。比如说如果我们是从 Notion 开始，
你可能可以在 Notion 里面先产出笔记的主题，然后接着你可能在网络上去搜寻了一些文章或者是影片，于是你把这些文章或影片的内容把它贴到你的 Notion， 而在 Notion 里面本来就可以透过 Notion AI 帮你去摘要跟总结你所收集到的内容和笔记，但透过自动化 API 的串接，你也可以再把这些内容再转给 ChatGPT。比如说，我们可以请 ChatGPT 帮我们产出 Midjourney 产生图片的提示词。所以，如果今天的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写一个新的影片的脚本，那当你把影片标题以及你所收集到的文章都贴到 Notion 之后，你其实可以做到让 Notion 配合 ChatGPT 去自动生成 Midjourney 的提示词，然后呢，并且把这些提示词再自动丢给 Midjourney 或者是其他生成式 AI 用来产出缩图的软体服务，比如说 Canva， 以及你甚至可以把内容自动化的摘要再发布到像是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等等不同的 social media。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除了有各式各样 AI 工具可以使用之外，我们还可以透过自动化工具将这些流程能够全部自动化。这样一来，本来你会需要大量手动操作的这些繁琐的流程，它就可以透过自动化流程帮你节省大量的时间，让你可以更专注的去在创作上。就如果你是想要做自媒体的话，那目前我已经拿到 offer 了，对，预计4月初就过完春假之后，就准备要到新的公司报道。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还去参加了第2届的创作者年会，在年会当中的现场看到了像是阿滴、9man、艾丽莎莎、Cheap 等等还有超认真少年等等重量级的 YouTuber 去分享他们的 YouTube 频道经营的心法。那我有把内容把它整理成一部影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击上方的连结去看看。那另一个这段时间我会想关心的主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在高通膨、高利息的时代去寻找投资机会。因为高利息的时代，股票表现不太好，债券表现也不好，房地产表现可能也不太好。那在这种时候，有什么样的资产比较适合用来保护我们的资产，让资产不会因为通货膨胀关系的贬值呢？首先比较消极一点，就是寻找利息比较高的货币去定存，比如说美元定存。在录影片的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找到 4.8% 的美元定存了。当然，即使是如此，这样子的利率还是比不上通货膨胀。那另外一个可能的地方是能源，因为能源像是水电、石油这方面类型的资产会因为通膨的关系跟着涨价，所以这类型的公司的股票它可能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表现。那在这段时间我也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去看一些平常比较没有空看的内容，比如说看一些生产力的书，像是 Get Things Done， 还有 Build the Second Brand， 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这个叫什么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 开头的字的这本书，这也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因为在研究自媒体，所以这也让我会去关注一些同样领域频道的 YouTuber 们，观察他们到底是怎么样拍摄影片，以及他们的脚本是怎么样去准备的。然后我自己会去试着先模仿，先从模仿开始。那同时我也很想要知道你会对于什么样的内容有兴趣，比如说你会想要持续的知道一些新出来的 AI 的一些软体及怎么样使用这些新的软体来增加你的生产力吗？又或者你其实是对于怎么样从零开始去经营自媒体，并且突破1000订阅，甚至将来有机会可以做到全职的 YouTuber， 你会对这方面的主题会有兴趣吗？又或者其实你比较有兴趣的是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去准备面试呢？又或者你想要知道的其实是一些如何提升自己的生产力的一些书籍的心得的分享，书本的懒人包，或者其实你想要看的是比较轻松的 Vlog。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嗨，我们是安琪兰，我是兰斯，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安安。